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非线性，我是 Jason。Steam Deck 呢是一款非常热门的掌上型游戏机，它具备了电池呢以及行动装置的特色，成功的将电脑游戏呢带到电脑桌以外的地方。但也因为呢依赖电池的设计让不少人呢对它的续航力持保留的态度。毕竟呢电脑游戏有不少3A 大作，最大的卖点呢就是精致的游戏画面，而要维持呢这些游戏有一定水准的表现，势必呢得消耗不少的电量。而今天呢就要来分享要怎么一键切换呢，就让你的 Steam Deck 的续航力呢延长至少 0.5 倍。像是 FF7 重置版这样子的大作呢，续航可以从2小时半左右呢延长到4小时多。而像是洛克人11这种呢画面表现相对普通的，更是可以一口气呢从3小时半延长到6小时半，让准备带着 Steam Deck 出远门的你呢能够获得更长的游戏时间。调整的方式呢总共分成3个方向，但是呢都非常的简单。只要按下呢右边的快速选单，然后呢选择闪电符号的效能选项，要调整的东西呢就全部都在这里面了。而在开始调整之前呢，我们先将效能内嵌界面等级调整为2，把硬体表现的显示器打开，这样等等呢就可以边调整边参考目前的表现呢是否满意。接着呢就点一下进阶检视方式，第一个要调整呢是停用帧率限制，将它关闭呢，并且调整帧率限制为30 fps。大多的游戏呢都可以调到30 fps， 但有少许的动作游戏呢调太低会变成慢动作，像是洛克人11茶杯头这些，最低呢就必须保持60才能够正常的游玩。第二个呢是散热设计功率 TDP 限制，将它调整到12瓦特以下。那至于呢能调到多低这会因为呢不同的游戏而异，像是 FF7 重置版、碧血狂杀2这一些呢我会调整到10瓦特，而洛克人11呢则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到5瓦特也没有问题。主要就是调降之后呢能够不至于严重影响你的游戏体验为主，所以呢就自己边调整边看看效果再做决定。而当你限制这边的供电之后呢，主机的温度呢以及所需要的风扇转速都会跟着降低，玩起来也会比较安静一点。第三个呢是手调 GPU 时脉，将它降低到1200 Hz 以下。同样的呢不同游戏可以降低的程度呢是不一样的，像刚刚提到了碧血狂杀2这些我会调整到1000，那洛克人11呢则可以降到400甚至更低呢都没有问题。那还是那句话，以不严重影响你的游戏体验为主。另外呢要注意凡事呢总是会有例外，像三国志13呢不管怎么调整续航是没有改变，像这种的呢暂时就没有办法了。但反过来说呢，每一款游戏的用电瓦特呢以及 GPU 时脉都不尽相同，哪记得了这么多？而且呢切换不同的游戏要玩就要这样改来改去，未免太麻烦了。那当然呢是不需要担心这一点的。在刚刚效能设定的最上面呢，先打开使用个别游戏设定档，然后呢才开始调整。这样子呢这些调整就只会套用到这个游戏里面。当你切换游戏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套用别的游戏专属的设定，或是呢你将个别设定关掉，就会回到公用设定了。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将不同游戏的延长续航的效能设定呢都先设定好。平常呢就使用没有任何效能限制的共用设定，而当你呢准备出门或者是在更在意续航的场合，就可以在打开游戏之后呢，将个别游戏设定的选项打开，就可以一键套用电池续航最佳化的设定了。而调整这3个选项呢不是没有代价的，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你的游戏表现，所以呢要自己去衡量并取得一个平衡点。但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经过调整之后呢，游戏的表现呢还是不差，但续航呢却可以多非常的多。在无法随时充电呢，或者是更在意续航的场合，这样调整呢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